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周五呢，我参加了一个校园创业 Club 活动，算是我的第一次海外正式社交。我作为一个社恐加程序员加大龄留学生，我其实对社交是稍微有那么点儿担忧的。但当我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，我发现社交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难，所以今天就特别想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。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和一张照片。Development plus 1 year front-end development and plus 1 year back-end development. Okay, so I didn't prepare these people, and then I just saw. 开头的那个视频是我在创业 Club 现场分享我的一个 App。第二个那个照片呢，是我在现场分享一个我非常早期的 idea。这个校园创业 Club 就是类似以前国内的很多学校里面的那个各种协会吧，可能上周呢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各种 Club 开始招新了，所以我也过去逛了逛，发现有个校园 Club， 我也对创业比较感兴趣，校园创业感兴趣，所以我就果断加入了。然后他们就在周五就开始举办了一次活动，这个校园创业 Club 就类似一个线下的社区，就是把对创业有想法的、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然后你可以来推销你的项目，你也可以来寻找灵感，你也可以来比如说寻找潜在的你的合伙人等等之类的吧。当时在参加这个活动，但是这个活动除了我们学校的，我还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生是校外的，她是我听他介绍，应该是类似像天使投资的那种基金会的人吧，可能是想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项目，来找找灵感之类的，或者之类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在这个会上呢，其实是有2个人来提前准备了他们的项目的 PPT 来推销他们的项目的。这2个项目都是和 AI 相关的。第一个项目是用 AI 来分析你的资产配置的。第2个项目应该是和 AI 相关的一些开发平台吧，我没太听懂，应该主要是面向 B 端企业用户的。他们每个人呢都分享了大概2-3分钟吧，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感觉分享完之后，我感觉我也能分享一下。虽然我没有提前准备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组织者，我说我能不能临时分享一下我的项目，然后那个组织者就很欢迎我，所以我就上台来分享了一下我的第一个 app， 是你们开头视频看到那个视频。因为我当时也没感觉到紧张，甚至还有点分享的时候，甚至还有点兴奋。因为我主要是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 app 一开始我开发的第一版就是海外英文版，因为国内上架还需要 ICP， 然后所以我对怎么样用英文来介绍我的项目，当时在开发的时候我就已经比较熟悉了，所以感觉也没啥大的困难。我这个app 就是关于中文名叫粉丝知多少，英文就是叫 followers flow， 主要是面向那种 influencer， 比如说 YouTuber 之类的等等自媒体的人。你可以把你的就是账户添加进去之后，我这个 app 就可以小组件 app 就可以自动更新追踪你的粉丝数 subscriber 或者 followers count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小组件添加到你的锁屏界面，或者是你的主页等等，主页界面都是可以的。这样你可以随时随地来看你的粉丝数了，就不需要再打开 app 等的一些操作。我把这个分享完之后啊，现场就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提问，比如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，比如说一个 YouTuber 如果有多个 channel 的话，他是不是需要每个 channel 都要依次添加？还有比如说，如果一个 influencer 他有很多个就是社交媒体账号的话，能不能显示得下？还有比如说我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样的？到底是这种订阅制的，还是就是一次性买断制的？还有现在比如说有多少个付费用户了等等一些细节问题吧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。这个分享完之后，我又分享了一个我非常早期的一个 idea， 主要就是目的是想收集一下意见反馈。
我这个 idea 是关于一个区块链的，就是我想做一个极其轻量级的类似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么一个项目，比如说就是记录你的最重要的那些时刻，比如说当你解锁了人生的第一个技能，比如说你挣到了第一笔钱，然后你很兴奋，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感受写下来，比如说30个字以内，然后把这个信息，就发布到区块链上存储起来。这样的话，理论上来说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一刻的感受，就能永久的保存下来，而不用担心那些社交媒体商业公司倒闭，然后你的数据也丢失的问题。大概就是我 idea 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我前面那个开头的那个图片上的讲解的，就是这个项目。这个讲完之后，应该是很多人都对区块链不太熟悉，所以，参加的那些同学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只有举办方，就只有组织者问了我3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是他问了我，比如说有没有竞品，调研过竞品，有没有人和我做同样的事情。我给他说，我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初步做过一些调研，没有发现什么竞品，也没有找到有人有类似相同功能的产品。不知道现在市场是什么样的，也有可能是我当时搜索的关键词不对，或者是之类的吧，没找到。那他问我的第2个问题就是，我这个到底是和 Twitter 啊、Facebook 这种传统的社交媒体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我就给他说，我这个唯一区别就是我这个信息是永久性保存的，因为存储在区块链上。理论上来说，如果你存储在类似那种大的链上，比如说 ETH 这种上面，你应该是能永久性保存下来的。那第3个问题应该就是问的一个，比如说我的盈利的模式是什么样的，怎么挣钱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是，比如说当你发出一条帖子之后，如果有人对你这个帖子感兴趣，他是可以比如说点个赞的，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区块链上任何点赞这种行为或者任何的动作都是需要创建一个 transaction 交易的，而 transaction 至少需要一个 gas fee 来支付的，所以我就可以在创建这种交易的时候，我把这个 transaction fee，费用给适当的提高一点，除了多出来一部分可以给奖励给那个原始的创作者，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的这种盈利的点了。当时讲完之后，我也不太清楚我到底用英语解释清楚了没，然后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解释的清楚了，然后他说讲的非常清楚。整个这个 idea 这个分享的环节就结束了，然后接着我又问了一下现场有没有人来参加那个 Hackathon Ireland 的这个活动的，然后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 Hackathon，应该只有那个组织者听过吧，然后我就给讲解一下 Hackathon 活动，就是短时间内，比如说2天之内就让你做一个从零开始做一个新的项目或者是产品。我以前在国内就发现有一些 Hackathon 这种活动，但是因为都没在我所在的城市举办过，所以一直也没参加过。而这次呢，刚好发现，这个爱尔兰都柏林有这种活动，所以我就果断参加了。因为我对这种做一些项目呀，或者是创业吧，就比较感兴趣。所以我看到了这种信息的第一时间我就报名了。当然这个报名它应该需要有一个初步的筛选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筛选通过，如果通过的话我后面再来具体的分享。整个我在这参加这个创业 club 的活动主要就是这些经历，然后整个结束完之后，这个组织者就过来邀请我说，希望我下次还能来参加他们的活动。当然我就很愉快的答应了，因为我本来就对这种创业比较感兴趣。然后如果下次参加的话，我应该会提前准备一下我的材料。我应该会分享我另一款 app， 一个也和 AI 相关的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所以整个参加完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回头想起来，整个这一次的经历，我也感觉
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可能你迈出第一步。比如说我当时即兴分享我的项目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感觉到紧张，可能就是比较兴奋吧，可能我本身就对这种比较感兴趣吧，所以感觉也就没有想象中的困难，就迈出第一步。所以关于社交的话，我感觉最重要的点应该就是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事儿。如果你有社交焦虑的话，比如说你也可以找一个你感兴趣的 club，比如说校园创业 club， 如果能来参加这个 club 的，肯定都是对创业可能有点感兴趣的人。所以你和一群和你有相同爱好、兴趣的人在一块的话，那交流肯定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，没有那种比如说强行社交的拧巴感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想社交，你也有点焦虑的话，不妨就从你感兴趣的 club 这种参加入手吧。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。以上就是我参加这次 club 的所有的经历了。不知道大家第一次的正式社交是什么样的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面写下你们的故事。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，也不妨点个订阅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